那么这期视频呢，就是把这个 A2000也是因为这个一些群友的这个建议吧，就把它又做了一个全高的，然后双槽的这么一个散热方案，然后是被动式散热，它是没有就不装风扇，就直接用这个巴卡机箱的这种那4个风扇的风道给它进行一个散热。就不能在这个上面装风扇了，因为装风扇的话就又比较麻烦，就需要在这个上面掏个洞出来把风扇装进去。那么这次这个版本呢，就是基本上是就相当于这种8卡呀或者6卡、12卡这种45或者55间距这种主板专用的了。像普通的家用的话呢，就不太合适，因为家用机箱你要去弄个风道也不好弄。那么这个版本呢，装的话就不怎么需要这个焊接了，但是也可以使用这个锡膏进行一个焊接。但是铝的话，它不经过这个镀镍处理，它是焊不上的，所以呢，就先用这个硅脂给它贴合上去，看看效果如何。那首先呢，就拿一片这个铜板来进行这么一个涂抹这个硅脂。这个硅脂这个面积比较大，可能这个硅脂会用的比较多，但是买便宜的硅脂就可以了，比如这个7762，这个我看他们那种1公斤装的也就1200块钱，不是非常贵啊。7921 1公斤装的要3000多了，这个7762还是比较便宜的。好，那么现在这个硅脂感觉就涂的差不多，因为也不需要涂太厚啊，因为这个是 CNC 洗出来的嘛，所以它这个平整度还是比较高的。好，然后就拿一片这个铝的这个散热片出来，这个是上面已经打好了这个孔，然后并且攻了这个螺纹的，这个只需要把这个散热片，这个铜底，把它给盖到这个上面去，然后用螺丝拧紧就可以了。好，那么涂了硅脂这个散热器就已经算是 OK 了。然后呢，这个硅脂呢，有可能就是我感觉啊，就是还是不如那个焊接的好。但是这个铝又要镀镍，所以呢就再试一下用这个锡膏。我也不管它能不能焊上去吧，就直接把这个锡膏涂在这个铜板上，然后把它给烤化，然后再就是把它先拧紧，然后再烤化就可以了，就相当于把这个锡膏当成这个相变的那种硅脂用，就是高温了，然后锡膏就会变成液态嘛，液态了之后它粘稠度非常低，它就可以流到这个空隙里面去，然后就低温了，然后就凝固了，这样其实也不用管它了，就相当于是一种高温的这种相变硅脂去用这个锡膏。那为了刷这个锡膏更方便呢，我就去定制了一个这个钢网，本来这个是给 PCB 刷锡膏了，反正这个散热器它也一样用嘛。下次还要做一个这个定位模具，不然这个直接在这个上面刷还要浮到这个钢网，就比较麻烦。那么方法也是一样的，就把这个铜板给它拧上去。
那么拧紧之后呢，就可以给它进行一个这个烘烤了。那烘烤之前呢，就把这个旁边多出来的这种锡膏给它擦掉，不然到时候焊出来会很难看。那么现在就可以给它进行一个加热了，还是用这个热风枪了。然后给这个散热器涂这个硅脂，这个显存也是用的硅脂啊，跟之前是一样的。核心也给它补一点。然后准备一张这个A2000，这个是我之前用在主动散热器上的，然后现在把它拿下来放到这个被动散热器上面了。然后这次的安装方式，我就给它做了一个这个不锈钢的这个背板，然后通过这个背板，然后去把这个 PCB 压紧在这个散热器上面，就不用它原来那个支架了，就原来那一整套东西都不需要用到了，就只需要一个这个不锈钢背板，然后把它压在这个散热器上面。那这样的话肯定会短路嘛。那这个时候呢，就用这个导热垫给它贴到这个显存这个地方来。哦，不对，刚刚还忘记装这个供电的这个导热垫了。这个供电也要装这个啊，供电也要装这个导热垫。因为我们现在是解锁了功耗墙，所以这个功耗会比以前要大。现在整张卡其实就相当于用这个不锈钢背板，然后压到这个导热垫，然后把这个显卡给固定好，固定紧。好，然后现在再把这个不锈钢背板给盖上去。然后配合了螺丝。好，那么固定紧的话，那这个就算 OK 了。那可以从侧面看一下哪个螺丝还没有拧紧，可以拧紧一点。然后因为现在这张显卡的变得比较重啊，原来的挡板就不好装上去了，就直接我就给它打印了这么一个挡板，也不算是挡板吧，就是一个支架，然后它可以拧到一般的这种大卡机箱上面，而且你原装的挡板啊，它这里这么大一个挡风的，都把风给挡住了，也不能很好的形成这个风道。好，那么现在我就把它装到这个8卡机箱里面去。这个两边这个呢，就是之前这个用这个主动散热的。然后这个风扇我用的是这个剑准的这个差不多3000转的这个风扇，然后我这里也没办法做这个风道吧，就可能没有办法不能测出这个散热器的这个最大效果啊，我就用这个纸壳子，我给它挡一下，挡到这个里面，给让这个风把它压下去。拿个重的东西把它压住，这样的话风就不会乱跑，也算是一个小风道吧。然后现在给它开机，
那可以看到这个一开机之后啊，这一张这个被动的它这个温度是明显要比这2张这个主动的要低很多啊。然后现在开始挖了之后，然后我们过一会儿看看它这个温度会到多少。那么现在已经跑了几分钟了，那现在它这个温度应该也能稳定下来了。那现在这个温度就是47到60，那是比这个主动的这个温度要低的。但由于这个风道也没有弄得非常好吧，那所以它这个温度应该还能更低。如果还要这个温度低的话，就只能上热管了。但是热管镶嵌到这个铝散热片里面啊，就不太好弄。就个人的话不太好弄，他们工厂都是做了模具的，可以把那个热管直接镶嵌在里面。自己做的话，像这个用铜板的话，还是最方便的。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这个铜板已经限制了这个导热率嘛，肯定是没有热管好嘛。然后呢，现在再来试这个用锡膏的，我也给它涂好了这个硅脂，这个是用锡膏的。那其他东西都不变，就直接把它这样扣上去了。好，那么现在就是锡膏用锡膏焊的这个温度了。那可以看到它这里也是运行了这么久，那可以看到它这个温度是47到58，是比总的来说就感觉是比那个用硅脂的要低了1度吧。这个就是这个显存低了1度。那这个其他的我就感觉核心也差不多，刚刚那个硅脂的这个核心也是47度，然后这个显存它是58度，那现在它有的时候有一定距离会碰到这个56度，那就说明这个铜板和这个铝板的这个导热材料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大的瓶颈，应该最终的这个瓶颈应该还是在于铜板本身的这个导热率啊，就还是要上热管才能达到一个突破。那现在这个47到56应该是，反正总体来说是比这个硅脂的要低了一点的，但是提升并不是很大呀。好，那现在就拿这个用这个锡膏的来进行进一步测试，来测这个游戏性能、游戏温度。那么现在我这个测试平台了。那我为了模拟这个也是这个被动式嘛，我就把这个矿机同款的这个渐准风扇放到这个旁边，然后像这样去吹它。所以呢，就你肯定不能不讲武德的把它放到上面，这样肯定是不讲武德的嘛。而且你这个体积这么大，这样的话就还是以被动为主吧，就这样来测试。好，那首先给它来个 full mark 吧，然后打开 GPU-Z。好，那现在功耗是差不多130瓦吧。这个温度还是挺 OK 的，目前这个温度还是挺低的。因为我改了电阻嘛，功耗要乘2，就差不多130瓦嘛。之前加了那个带了风扇的话，所以它功耗会更高。现在没有风扇，被动式就温度不是功耗就更低了。那这个温度还是非常理想的，49度，核心只有49度。已经几分钟了吧？这个温度反正就57嘛，还是比较理想。虽然这个，反正现在它好像没有就上升没有之前那么快了，就是差不多这个水平啊。如果把这个风道再做一下吧，就是做成那样密闭式的，就是上面盖个盖子，这样温度应该会更低。因为现在很多风其实都漏掉了。如果你们自己想弄的话，你可以在自己的这个台式机里面，就是用塑料板呐、或者纸壳子给它搭一个这么一个风道出来，这样的话温度是可以做到非常低的。
那之后呢，我也会出这个半高款的这个被动式，那样的话应该也可以把这个温度压到这么低，因为现在没有热管嘛，其实上半部分啊，就是这个散热器的这个上半部分，其实它这个利用这个热效率很低啊，所以我看之后再做一个半高款的这个被动，就是可以直接丢到那个两油服务器里面，就直接散热了。那现在再来看一下温度，现在是64，那比之前那个主动的还是要低的，但是主动的它的优点就是方便，就直接用就可以了。被动的话，你还要做这个风道，就基本上只能适用于服务器以及矿机这种场景。好，然后再来跑一下这个3D Mark，因为之前上一次跑其实那个温度都已经到了90多了，估计还是会有点小降频。那这次呢，就看看它就是还会不会降频，看到底能跑多少分啊？看能不能接近打一下这个3060啊。好，那现在这个频率都可以稳定在1900都不掉的，之前还会掉一点。然后现在这个功耗应该都是给了这个卡，就没有给风扇。那这样的话，这个性能还是会再稍微高一点。现在这个温度只有49啊。好，那么这个跑分就跑完了，跑了这个8492分，这个分数又比上次那个8071分高了这么多，高了400多分。那应该就是这个风扇它没有抢功耗嘛，所以这个跑分就高了，并且呢这个温度低了，它睿频也睿得更高。那可以看一下它的温度，那这个温度基本上最高就是62度吧，最高62度。那之前都已经是跑到了80多度，88度。但也有可能是今天气温更低啊。然后这个排名啊，又被我刷新了。今天5月13号，又是比上次这个807要高了，然后到了8492分，就单卡在3D Mark 里面是最高的了。那么现在《原神》这个游戏呢，它也可以满帧率了，给这个特效也都是调的最高的了，调到最高。那现在这个功耗也是跑满了130瓦了都。然后去这个地形复杂一点的地方看看。可以看到它这个帧率还能维持60啊，已经是非常不错了，温度也低。可以看到现在基本上放这种特效啊，它也能稳定在50以上，还是很不错的。